如果我当上皇帝，我就给母后安10个绝色男宠。我是九子夺雅迪的冷门选手。父皇驾崩前，我口嗨，逢人就给画饼，给皇后发男宠，给好友赐婚，给漂亮男人封皇后，结果还真给我众筹成皇帝了。父皇病重，眼看是熬不过这个冬天了。我的8个兄弟姐妹们由此展开了轰轰烈烈的九龙夺雅迪。对了，我父皇就叫陈雅迪。此次继承人之战中，最为关键的就是皇后。若母后支持儿臣，儿臣愿认母后为亲母，为母后修筑佛宫。大哥，你母妃还活着呢，你有什么资格记在母后名下？母后，我母妃已经去世了，我对您的孝心一定比大哥多，您就把我当自己的亲生女儿吧。虽然我母妃也已经去世了，但她生我养我不容易，我可没有认别的女人当亲娘的爱好。其余的皇子皇女也不甘示弱，那个爵位已经被他装进了礼盒，有的说要给皇后的侄子四方封侯，有的说要娶皇后的侄女，还有的说要娶皇后的全家。哦，全家未婚女子，吓死我了！我还以为老夫人今年80岁还有一节呢。若善，你有什么想说的吗？我本来是想随大流，随便说一些孝敬皇后的话，但是面对着这些恶狠狠的目光，反正我也当不上皇帝，不如趁大家都是候选人的时候发个疯。反正他们现在也不能拿我怎么样。如果我当上皇帝，我就给母后安10个绝色男宠。皇妹，你是疯了不成？怎么能对母后说这种话？这简直是对母后的侮辱！你把母后当什么了？她又不是赵姬冯太后之流，怎么可能要男宠？是啊，皇妹，母后对父皇坚贞不移，要是被父皇听见这些话，这皇位你就想都别想了。老登长得也就那样吧，本来就年老色衰，现在还缠绵病榻，怎么留得住皇后的心？而且我又没说现在就给男宠，等雅迪帝病天，皇后一个人该有多寂寞啊！还不如给她挑10个男宠陪伴她，想必老登在天之灵也会欣慰的吧。善儿，不许再跟母后开玩笑了。知道了，母后。虽然没人把我的话放在心上，但我还是成功破坏了兄姐们的计划。他们败兴而归，离开的时候，每个人都在骂我。陈若善，你又没机会当皇帝，在这里发什么疯呢？等我当上皇帝，有你好看。老三，你算什么东西还当皇帝？我看父皇就算把皇位给老九都不会给你。老五，你再说一句试试。第二天清早，上书房里，战争又开始了。夫子是新科探花新秋，因为年轻俊美，才华横溢，所以被雅迪皇派来给子女们上课。不过他为人圆滑，从未表现出倾向于哪一位继承人，是一个值得争取的拉拢对象。哥哥姐姐们各显神通，学霸派靠着华丽的策论和诗词征服他，学渣派靠着昂贵的书画和笔墨腐化他。我又笨又穷，只能靠气死他，把他气死了，其他人就白干了。一堂课结束，只有我一个人被留堂，所有人充满嫉妒的目光都快把我射穿了。他们估计想破脑袋也想不出我是如何跟新秋拉近距离的。他们当然想不出了，因为破的是我的脑袋。新秋抓着梆硬的竹简，把我脑袋敲得两岸猿声啼不住，好疼，好疼。第一次听到竹简叫，我错了。等我当上皇帝后，朕一定会认真听课的。嘻嘻，骗你的。你要是当上皇帝，就是对我最大的侮辱。你听我说，其实我是担心父皇的病，无心上课。如果你真的担心你父皇的身体，是绝对不会写出这样的翻译的。父母在，不远游，游必有方。我翻译的哪里有问题了？新秋他叹了口气，他的表情告诉我，他应该是不会支持我当皇帝了。我劝你现在对我好一点，不然等我当上皇帝，第一件事就让你伴我左右，日后情谊淡了，寻一处宫院让你静养度日。那如果我对你好一点呢？陛下会怎么报答臣？他身上好香，跟其他官员身上不一样的香。朕封你为皇后。回去把《论语》抄10遍。中午，我抱着书出宫了。护送我出宫的是掌管御林军的将军周以婷。因为担忧子女相残，所以雅迪帝特意下令，凡是皇子公主出宫，必须有兵权的周以婷很基础。但是对于每天都要出宫买某堂文学的我来说，就不是那么基础了。我从一开始的尴尬、无所适从，到神情自入，甚至骄傲，也不过经过了1个月。而周以战从恭敬到鄙夷更快，只用了3天。第1天他还叫我公主殿下，第3天就问我逛够了没有。今天一见到我，他就面无表情地告诉我，公主殿下，
我昨天已经去探查过了，你要的那本《重生之我在皇宫当老囊》，就放在第一个架子上的第3排第10个，你给我拿了就走。可是我还有其他想买的书。叫什么？夫君带条跑，竟然一胎10宝。第3个架子第1排第7本。无稽之谈之圣宠9000岁。第3个架子第6排第5本。我震撼地盯着周以婷看，决定在登基后封他为图书管理员。书铺里，我与我的2个狐朋狗友卧龙凤烛，丞相之女与太傅之子胜利会师了。顶着周以琛的死亡视线，我不得不迅速买完书，来到茶楼。丞相支持3皇子，太傅支持2皇女，他们的不孝子孙支持我，屁用没有。唉，好想当皇帝啊，好想跟萧郎成婚啊，可他只是个戏子。阿罗，等我当上皇帝，就给你们赐婚。我也……你也爱上萧郎了？不是，我觉得你的脑子就是看这些书给看坏的。见者有份，反正口黑也不要钱。周将军有什么心上人吗？我也给你赐个婚。本来有的，但看到这些书就没有了。没事，没想到周将军还是个爱书之人。没事，朕很喜欢周将军。等朕当上皇帝，就封你为皇后，咱们以后一起看书。胡闹！我对着好友开玩笑，却没想到他们竟然当了真，非逼着我去找国师算良辰吉日成婚。我有点犹豫，国师地位特殊，在夺嫡之争中至关重要。我要是去接触国师，哥哥姐姐们会不会觉得我想当皇帝啊？虽然我确实想。进门之前，先把你身上东西拿出来。我没带什么刀剑暗器啊。比刀剑还危险。我掏出了怀里的那本囚禁青岭绝诗的日日夜夜，烧了。我不舍得把这本心爱之书烧了，搞不懂区区一本书究竟哪里危险了。国师，您帮我算算，我哪天适合登基啊？今日就很适合殿下早登极乐。我想问的不是早登，是老登啊。那你帮我算算，老登什么时候祭了？殿下，陛下是你的父亲。我也没说不是啊。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。那你给我算2个适宜成婚的良辰吉日总行了吧？殿下，臣是国师，只能为帝王算天。发配冷宫。在他还不是国师的时候，我经常来道观找他玩。我让他帮我算我妈什么时候回来，我爹什么时候想起我。崔问涵算了半天，算出一个我早年孤苦崎岖，爹不疼娘不爱的命。我气得大骂他算的不准，结果第2天他就当上了国师，给我气得够呛。开个玩笑，皇帝，我当上皇帝就封你为皇后，让你算2个我们大婚的良辰吉日也不行吗？你等等。这一等到晚上，他才脸色苍白的从屋里出来。这是我算出来的10个适宜大婚的良辰吉日，你先拿着，明天我再继续算。不是，我都有点磕我们俩了。不过半月，雅迪弟快不行了，把我们叫到床前，挨个问我们：如果你当上皇帝，第一件事要干什么？豪放派回答：大赦天下，继承父皇遗志。婉约派回答：小赦天下，继承父皇遗志，听摇国父，休养生息。大臣们纷纷随之点头，露出赞许的神色。轮到我，儿臣当上皇帝后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忘本。那之后呢？欺负兄弟姐妹，挥金如土，为所欲为，沉迷美色，酒池肉林，公报私仇，斤斤计较，蛮横无理，忘恩负义。报君啊，报君！善儿，朕真是没看错你，你果然是最像朕的孩子。如果你登基后，匈奴单于给你寄了一封辱骂你的信，你该当如何？我朝名将如云，甲士百万，北逐匈奴如驱糊兔。
定要亲率六军以血耻辱。随意起兵戈，百姓何辜？以和亲护世之法，虚与委蛇，保天下太平。如此软弱，怎配当我天朝之君？九皇妹有什么好办法吗？写一封回信，夸赞单于真是一颗火爆小辣椒，并邀请他来我朝当太监。妙啊！父皇，您不能因为偏爱九妹妹就让她当皇帝啊，还要听听大臣们的意见。是啊，为君者重要的是人品。九妹妹如此荒唐，如何能当好皇帝？好吧，皇后，你觉得朕的这些儿女中，谁更适合当皇帝？听说这段时间，大皇子天天去给皇后请安，二皇姐亲自下猪给皇后做饭，三皇兄甚至为皇后的侄女诞下一子。唉，但是因为天太冷，起不来就没去。看来这一局我是毫无胜算了。国家大事，臣妾不敢妄言。只是皇九女陈若善性格纯孝。父皇，您不能听母后的话呀！前段日子他还说等您死了，要给母后10个绝色男宠呢。此事为真？没想到你当真是个孝顺的善儿。你记住了，等朕死了，你给你母后找的绝色男宠一定要长得像朕啊！我有点为难，这样的话男宠就很难绝色了。后宫不得干政，父皇为何不问问丞相等大臣们的意见？臣以为九殿下秉性高洁，可为人君。臣父喜。哪里，诸位谬赞了。不可能！你们一定是被他收买了。九殿下天资聪颖，九殿下冰清玉洁，九殿下赤子之心。你说谎！我昨天还看见你帮老九买禁书，你有本事看着我的眼睛告诉我，老九他冰清什么？苍天无眼啊！你说父皇他到底是怎么想的？直到登基这天，我还有点恍惚，竟然还真给我当上皇帝了！万岁！我没有忘本，因为我根本就没有本。我也不善，因为我叫若善。一登基，我火速给太后整了10个绝色美男，长得跟先帝不能说大相异媲，也能说截然不同。反正看太后的意思是很满意。又火速给我的卧龙凤赐婚。陛下，你真够意思，不然我以死相逼，让我爹推荐你。我绝食了3日，我爹说他的一世英名就毁在我手上了。好好的说这些干什么？我还真以为是靠我的个人魅力呢。让你爹明天别来上朝了，你替他来。我爹真是料事如神，他说早知你一定会恩将仇报，昨天就上书辞官了。竟然有人预测了我的预判。我登基后，几个兄姐不死心，让他们扶持的官员在朝堂上质疑我继位的正当性。陛下非嫡非长，又不受宠，先帝没有理由传位于你。朕给你升官，但是话又说回来，陛下必然是有过人之处，先帝也有识人之明，绝非我等凡人能理解。陛下竟将凤公子赐给京城第一汉女，何其荒唐！不是明君所为。朕给你升官，贪慕虚荣，陛下竟然把臣当成贪荣之人了吗？再说给你升2品。一整天我忙忙碌碌，升完你的，升你的，人人有份儿，都不白来。贪慕虚荣的官员当场倒戈，不贪慕虚荣的官员唯恐被认为贪慕虚荣，也都闭嘴了。朕也是第一次当皇帝，大家若是对朕有什么意见，请尽管说出来。三皇子终于忍不住了，他的印象里我还是那个小可怜，他站出来洋洋垮垮说了一大堆。周仪，你去给我把他杀了！竟敢对朕有意见！老娘过来是当皇帝的，顺我者昌，逆我者亡。能面刺寡人之过者，诛九族！你疯了！他的亲族也是你的亲族。那就只处置他一个吧。
就这样，无人再敢质疑我的威严。人生真是易如反掌啊，易如反掌。退朝。退朝。今后我只有一件烦恼的事，就是立后。国师崔问涵一大早就拿着良辰吉日来到我的寝宫，逼着我选一个。我本打算给这些吉日挑些毛病，让他重选，拖延时间。结果一看，他拿了一本万年历。这里面哪一天是良辰吉日？每一天都是良辰吉日。不是吧？我看有些日子不适宜成婚。陈氏是国师，臣说了算。陛下难道是不想兑现诺言，立臣为皇后？那陛下是想立谁为后？新秋还是周以婷？朕只是觉得帝后大婚重要，这么重要的事情，必须要选一个好日子。你随随便便拿一本万年周来，是不是太敷衍了？若珊，10年，我只是想说，这一天我等了10年。好了，不要说，朕都知道。朕最近太忙了，冷落了你，但是你别担心新秋和周以婷，朕只是和他们逢场作戏罢了。好不容易糊弄走了崔问涵，他前脚刚走，后脚侍女就报辛大人是带着奏折来的。唉，国事为重。刚才有谁来过？崔问涵还是周以婷？没有破皮，那应该是崔问涵。不愧是搞学术的，就是严谨。刚才跟国师讨论大婚的良辰吉日，太过专心，抬头时不小心磕到了万年历。果真？那和谁大婚啊？除了你，还能有谁啊？陛下最好别忘了这句话。本该雨过天晴了，却忽然有人来报，将军周以婷已经到殿外了。我这才想起来，他前些日子担忧我的安全，说要来给我守门来着。战战兢兢转头一看，新秋已经面沉如水，冷冷地看着我。他来做什么？新秋，你别多想，周将军只是来护卫朕的。哦，臣竟不知陛下的御前侍卫都已经死光了，需要御林军统领来给陛下守门。我就知道他狼子野心，我这就去告诉他，未来的皇后是我新秋，让他死心。这可不行告啊！我怕周莹几刀枯枯把他砍成血雾，然后冲进来弑君。陛下，其实他不是来给朕守门的。我就知道，不是你想的那样，其实他是来给朕送书的。自从登基后，朕再也不能出宫逛书铺了。你也知道朕的一些小爱好，要是被那些大臣们知道了，那你也不能让他给你带。那你帮我带那本《探花大人狠狠墨》。臣忽然想起有点事，臣先走了。一定是雅迪帝保佑，周以婷来的时候真的带了一本书，新秋终于放心离开。周以婷认真的把书交到我手上。凤舞刀法，一次出刀就能把人砍成18块。这是陈母教给臣的祖传刀法。她说，就算当了皇后，也不能松懈练刀。如果不当皇后呢？我知道了，周以婷赶到的时候，我就已经是18块了。当朕没说。刚刚是国师和辛大人来过了吗？其实臣也知道陛下和他们的事情，但是作为皇后，必须有正宫气度，所以臣不会介意。他们若是想跟臣争，臣的刀也未尝不利。但陛下到底什么时候下旨立臣为后？一天不下旨，臣的心就一天不安。几位哥哥姐姐还未死心，朕也是如履薄冰啊。等到事情平定，朕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立你为后。那陛下可不要忘记了。别担心，在朕忘记之前，朕会一直记住的。唉，这一天天的好忙，但是又不知道在忙什么。3人轮飞到我这里打卡，在我快糊弄不下去的时候，我的哥哥姐姐们终于造反，不，起义了！我激动万分，这下终于有借口拖延立后了。爱卿，朕护驾来迟。叛军竟然已经被他们平定了。
崔问寒作为国师，夜观天象，以我即位那天紫微星发亮，皇宫上方紫气汇聚，证明我继位的正当性。又以太白惊天之象，预示逆臣犯上作乱，吓得对方众人不安浮动。我冥思苦想，终于想起那天的紫气是我在宫里吃烧烤，不小心把树点着冒的烟。新秋作为文臣代表，一口气写了10篇讨贼檄文，调度粮草，稳定京城。最后由周以廷领兵将叛军砍成均匀的18块，搞得我这个皇帝一点参与感都没有。陈若善，你光躲在男人身后，你算什么女人？没什么事，朕就回去睡觉了。你给我回来！陛下曾亲口说过要封臣为皇后，不知何时兑现。巧了，陛下也曾说过要封臣为皇后呢。崔问寒不说话，这不是熊静文吗？你们这么团结干什么？都怪你们，造什么反啊！不造反，他们3个就不会见面，不见面就不会发现。你同时脚踏3条船，你还真是女人中的女人啊！陛下还是想想该怎么解释吧。虽然陛下能登基，我们3个都是出了力的，但皇后之位只有一个，陛下更喜欢谁？3双眼睛紧紧地盯着我，死脑，快想啊！我在心里给他们3个人打起了分。崔问寒青梅竹马，一起长大，感情深厚，但他性格过于淡泊，在朝堂上难有建树。新秋能力出众，行事果决，是治国的良才。看来我的丞相人选已经有了答案，但是论忠心，周以廷却是排在第1位。每个人都是朕的翅膀，实在是难以割舍啊！我决定把难题抛给他们。你们每个人都有皇后之姿，但是后宫不得干政，谁愿意放弃一切入宫，谁就是皇后。权力由人，我相信他们都不会放手。臣愿意。崔问寒，这个国师你本来就不想当，所以才说的这么轻易。崔问寒，你以为我会让你如愿吗？陛下，臣也愿意。陛下，臣也愿意。就这样，朝堂上失去3位重臣，而我的后宫多了3位屁用没有的弑君。我兵不血刃地收走了他们的权利，代价是我每天晚上都要被掏空，连看书的时间都没有。我只能让新秋继续给我干活，周以廷继续给我看门。入宫之后，虽然看似什么都没变，但其实一切都变了。无论新秋在朝堂上有多少门生党屌，周以廷手握多少兵权，在世人看来，他们都是我的附庸。只不过上朝时天天有文臣死谏逼我立新秋为后，才得见魏母仪天下。下朝后，我的侍卫又拼命给周以廷说好话，民间还冒出许多祥瑞。大楚兴，崔皇后，比如大半夜不睡觉在叫大楚兴崔皇后的狐狸，但我依然没有立任何一个人为后。最先察觉到我心意的是崔问寒。那天我枕在崔问寒腿上，正想着镇北侯的事情。镇北侯世代为大楚守卫北疆，在我父皇活着时都不算公顺，在我继位后更是蠢蠢欲动。陛下可是在为镇北侯翻身？爱妃可有妙计？传说镇北侯爱妻如命，他的夫人中了蛊毒，病了许多年。他唯一的子嗣镇北侯世子又是个孝子，恰好这种蛊毒，臣刚好能解。镇北侯只有一个儿子，却有很多兄弟，以解毒之法诱世子进京，杀了他之后，北疆必然大乱。我势必会派我信任的周以廷去镇守，好一个一石二鸟之计。此计甚妙。爱妃想要朕赏你什么？臣想要皇后之位。陛下也清楚，无论是新秋还是周以廷，都只不过想利用陛下得到更多的权力而已。只有臣是一心一意为了陛下，况且臣是修道之人，即使当上皇后，也不会威胁到陛下的皇权。他说的对，我也只不过是拿着皇后之位吊着那2个人给我干活而已。要是真让他们当上皇后，我可就睡不安稳了。崔问寒确实是最合适的，可是就算没有皇后之位，他就会不爱我了吗？那我又何必在他身上浪费一个后位呢？你让朕再想一想。想一想，该怎么用这个后位来换更多的东西。3月后，镇北侯世子沈墨入京，他红衣白马，踏碎长街落叶，劈开金殿玉阶，跪在我面前。那一瞬，真如漠北的烈日灼灼临头，风沙扑面，
他抬起头时，我身边的3个男人同时变了脸色。谢陛下。登基不过半年，朕好色的名声已经传到北疆了吗？果然是蛮夷之地出来的，就是上不了台面。世子如今还未婚配吧？陛下，美色误人。没错，臣到现在还未遇见令臣心动的女子。臣听闻京城有治好家母的办法。好像是的。此地又没有外人，陛下何不实话实说呢？国师以医术诱臣入京，辛大人又为臣准备了见血封喉的毒药，还有周将军袖中的利刃都懒得藏好。难道陛下真的忍心看着臣今日死在这里？崔问寒说可以治好你娘，的确是假话。陛下，但朕没有骗你，朕的确找到了能治好你娘的神药。你可以交出兵权，拿了药回去，也可以把药送回去，留在京城做朕的皇后。3人不敢置信地看着我，沈墨也一脸惊讶，但随后那双富有生命力的眼睛里猛然爆发出耀眼的野心。这种野心我在很多人眼里都见过，他上钩了。沈墨被册封为皇后的第2天，我决定休沐。作为一个登基不到1年就陆续解决了夺嫡余孽、镇北侯兵权、神相权以及御林军兵权的秦亘皇帝，我觉得自己理应休息1天，这很合理。我甚至提前安排好了行程：饱食睡觉，4时翻个身，中午起来用膳，下午看霸道将军强制爱上7旬老妇，晚上再睡。这就是朕为大楚江山制定的1日发展方针。可惜卯时刚过，我的寝殿门就被敲响了。陛下，皇后求见。告诉皇后，朕昨夜操劳国事，龙体不适。皇后说，她昨夜独守空屋，没见陛下操劳什么国事。沈墨这个人刚进宫，对宫里的规矩还不太熟悉。譬如皇帝说自己操劳了，就是操劳，哪怕皇帝昨晚躲在床底下看了1宿禁书，第2天也可以说是在体察民事。他来做什么？皇后说，今日是他掌管凤印的第1天，请陛下将凤印交给他。凤印？谁答应给他凤印了？皇后是身份，凤印是权力。这就像朕答应给一个人升官，升的是俸禄还是工作量，解释权自然在朕。陛下，辛大人求见。辛秋已经入宫为侍君，按理说不该继续当丞相，但我仔细想了想，实在找不到比他更好用的人，只能让他白天做丞相，晚上做侍君，这就是勤俭治国。陛下，今日有27本奏折需要批阅，其中13本弹劾沈皇后出家边疆，7本弹劾周将军擅自调动御林军，5本弹劾国师夜观天象时惊扰民宅，还有2本呢。弹劾臣把持朝政，祸乱后宫。没关系，大家都有，谁也没落下。陛下若再不起身，臣就让人把奏折搬到龙床上，陪陛下一起休息。好狠毒的男人！我正准备起床，第3道并报声响起。陛下，周将军求见。他又来干什么？周将军说，皇后入宫第1日，宫中防卫不能松懈，他要亲自带人搜查寝宫。朕的寝宫有什么可搜的？搜查陛下昨夜偷偷带回来的禁书。你怎么知道？书铺老板是臣的人。我正准备毁灭证据。陛下不必找了。崔问寒不知何时已经坐在了窗边，手中拿着的正是我昨晚藏在枕头底下的霸道将军强制爱7旬老役。这是有人栽赃。何人会往陛下枕下栽赃这种东西？周以婷。陈若山。糟糕，忘记他还在门外了。沈墨也听见了动静，慢悠悠的开口：陛下刚册封臣为皇后，便与其他侍军躲在寝宫里看这些东西，未免太不把臣放在眼里。都闭嘴！殿内殿外瞬间安静。朕只是想睡一个懒觉，你们为何一个个都要来逼朕？因为陛下是皇帝，因为陛下不可信，因为陛下昨夜答应今日陪臣，因为臣想要凤印。当皇帝有什么好的？早知道登基后这么忙，当初在父皇面前就该少口嗨2句，说不定现在已经被3皇兄发配去守皇陵了。守皇陵多好，父皇不说话，祖宗不敲门，还不用批奏折。太后娘娘请陛下与皇后3位侍军一同前去用早茶。告诉母后，朕马上就到。方才不是龙体不适吗？龙体看人下菜碟，见你们就不是，见母后就好了。这也是一种医术奇迹。昨夜是帝后大婚，你为何没去皇后宫中？儿臣突然发现还有一本重要的书没有读完。臣第一次知道那本书原来比北疆30万定马还重要。母后，他刚进宫，不懂事。谁不懂事？你。臣哪里不懂事？你以为当上皇后就可以顶撞朕？这就是最大的不懂事。那陛下不妨废了臣，臣复议，臣也复议。崔问寒虽然没说话，却默默拿出了一张废后诏书，上面连沈墨的罪名都写好了：善妒、无德、狐媚若捉、危害社稷，字迹工整，论据充分。看得出来，他昨夜虽然没等到我，但也没闲着。沈墨扫了一眼，脸上的笑意更深。3位这么着急，是认为陛下废了臣就会从你们中另立皇后，至少不会立你。
总比让镇北侯府骑到陛下头上好。今日40最适合废后，那50呢？适合下葬。眼看他们就要打起来，4个人同时安静了，好强大的威严。当年兄弟姐妹9个人在他宫里吵着皇位，他也只需要放下茶杯，大家就能闭嘴。可见当皇帝根本不需要什么治国才能，只需要有一个会摔碗的母亲。太后看向沈墨，你想要凤印？臣既然是皇后，掌管后宫理所应当。后又看向其他3人，你们不服胡？3人虽然沉默，态度却毫不含糊，但周刀的手已经紧了。新秋正在心中起草第2版废后奏折，可能在计算沈墨几时死最吉利。做了20多年皇后，最清楚凤印意味着什么。她看似能管后宫，实际上管的是皇帝身边的人。谁拿到凤印，谁就能安排宫人调动内侍，查看宫中账目，甚至借着替皇帝选人的名义，将自己的眼线送到御前。看着沈墨，你入宫第1日就索要后宫，还是为了在陛下身边安插北疆的人？殿内顿时安静下来，沈墨脸上的笑容淡了些。还有你，儿臣在。你故意册封沈墨为后，却不提凤印，就是想借这件事施镇北侯府。他若沉不住气，你正好借机发作。母后果然懂儿臣，你与先帝确实很像。他喜欢把所有聪明人放在身边，给他们希望，又不肯真正信任到最后人人畏惧他，却没有一个人真心愿意留在他身边。进来，陛下，北疆800里加急。镇北侯沈墨服下神药后，身体已经有所好转，但镇北侯的弟弟沈峰突然调动5万兵马，声称皇帝以解药为饵，扣押镇北侯世子，要率军清君侧，救皇后回北疆。你叔叔很关心你啊。他不是关心臣，是关心皇后身后的北疆兵权。臣可以写信劝降，沈峰会听你的？不会。那你写什么？写信告诉他，臣不愿回北疆，愿意留在陛下身边，让他不必救了。他正好可以说你受到胁迫，所以还要劳烦周将军替臣送央信。半日后，沈墨的亲笔信新北被附送往北疆。那块兵符原本藏在沈墨随身佩戴的玉扣里，他从入京那日起就随时准备着用它与我谈条件。现在他却当着我的面将兵符砸开，交给了周逸婷。不心疼？陛下想要的不就是这个吗？可臣也想看看陛下拿走北疆兵权之后，准备拿什么补偿臣。朕可以多宠幸你几次。臣要凤印。那还是宠幸吧，凤印不能给，朕可以多辛苦一点。沈墨的书信与兵符送到北疆后，沈峰麾下的5万兵马当夜便散了一半。凡主动放下兵器者，不追究谋逆之罪，反而赏银10两。周逸婷则派人锁关隘，不许沈峰逃跑。第2天清晨，沈峰被自己的亲兵捆起来，送到了朝廷驻军大营。这才是朕想要的生活。敌人造反，皇后解决；军队斗乱，弑君解决。朕只需要躺着，爱卿所言极是。称帝以后，我终于躺平了。唯一的问题是，替我平定叛乱的4个人，此刻正站在床边，一起看着我。臣已经交出兵符，凤印呢？27本，1本不少。陛下昨夜答应臣，今日练刀。朕确实躺平了，只是躺得不太安详。北疆刚安定下来，匈奴单于就给我写了一封信，信很长，洋洋洒洒写了3张羊皮。他在骂你？怎么骂的？说陛下阴险狡诈，荒淫无度，靠美色迷惑镇北侯世子，又将4个男人关进后宫，是个不知廉耻的。他怎么能把朕说的这么片面？哪里片面？只说了朕阴险狡诈，怎么没说朕心狠手辣？做人要客观，骂人也要全面。单于还说，大楚由女子称帝，国运将衰。若陛下愿意献上岁币，开放边关，再将沈皇后送去和亲，他便承认陛下的地位。让谁去和亲？沈皇后。怎么？陛下心动了？我确实有一点，倒不是想把她送去和亲，我是想知道匈奴单于究竟长什么样，竟敢跟我抢男人。若是长得好看，可以进宫；若是长得不好看，就发配去养马。陛下不必考虑，臣今晚便带兵去砍了他。两国交战，岂能如此草率？那你说怎么办？先回信骂他，再出兵。臣昨夜观天象，匈奴单于命中有一大劫。什么劫？臣不愧是国师，说话就是有一种不顾别人死活的神秘感。匈奴不是想开战，而是在试探陛下。如今镇北侯府刚刚交出兵权，北疆军心不稳，他故意羞辱陛下，是想看朝廷敢不敢出兵。那我们出兵吗？不出。我还想御驾亲征，顺便去草原看看有没有什么英俊少年。陛下也不能去。为什么？北疆苦寒，朕不怕冷。匈奴男人长得粗糙，朕也不是只看脸。你还看什么？身材、家世、性格、权力，做人不能这么肤浅。我选男人一向十分综合。陛下是选男人还是选藩王？有什么区别？我选的男人最后不都得替我干活吗？我提起笔，准备给匈奴单于回信。两国国疏关系重大，陛下不要胡写。放心，
朕心里有数。我认真写道：闻君来信，甚是想念。听说单于脾气暴躁，言辞泼辣，真是一颗火爆小辣椒。朕的后宫缺一名总管太监，不知单于可愿屈尊？陛下，臣方才说的话，你是一个字也没听进去吧？听进去了。那你为何还写这种东西？因为父皇说此计甚妙。此信可激怒单于。激怒之后呢？等周以婷去杀。陛下是想激怒单于，让他派人入京。到底是做什么的人？就是懂朕。若匈奴真的想打，早就派骑兵南下了，不会坐在王帐里写3张羊皮骂我。他既然写信，就说明他也不想打。我也想利用匈奴内部不稳，从他那里捞些好处，这就叫双向奔赴。半个月后，匈奴使团入京，领头的是单于的弟弟赫连野。据说他是匈奴第一勇士，能单手制服烈马，在草原上的声望仅次于单于。最重要的是，他今年23岁，未婚。听到最后一句，我立即让工人替我换了一身新衣。陛下要见别国使臣，当然为了彰显我大楚国威。可是你已经换了6套了。我大楚国威深厚，多彰显几次怎么了？戴朝冠，朝冠太重，重才显得端庄。朕不想端庄。那就不要见了。你是皇帝还是朕是皇帝？我是拿刀的。我默默戴上了朝冠，不跟野蛮人一般见识。大殿上，赫连野果然如传闻中一样高大英俊。早听说大楚女帝喜欢收集美男，今日一见，果然名不虚传。大胆！见了陛下，为何不跪？草原的雄鹰只跪天地与强者，陛下若想让我跪，总要拿出些本事。朕会翻译《论语》，父母在，不远游，游必有方。意思是你父母在我手里，你跑不远，就算跑了，朕也有办法把你抓回来。有意思。你兄长收到朕的回信了吗？收到了。他愿意来当太监吗？兄长让我问陛下，若他不愿意，陛下能如何？若他不愿意，那朕就扶你做单于。陛下这是在挑拨我们兄弟。怎么能叫挑拨呢？你兄长死了，单于之位总要有人继承。你年轻英俊，能征善战，朕只是在提前祝贺你。陛下就不怕我将这些话告诉兄长？你会吗？为何不会？因为你若真的对单于之位毫无兴趣，刚才就不会犹豫。殿中那些原本还认为我只会胡闹的老臣，也纷纷闭上了嘴。我心里十分满意。有时候当皇帝不需要多聪明，只需要敢把别人不敢说的话说出来。反正被打的时候有周以婷挡着。赫连野此次入京原本带来了3个条件：其一，大楚每年向匈奴赠送丝绸粮食；其二，开放北境3座城市互市；其三，将沈墨送到草原居住3年，作为2国互信的凭证。我听完以后也提出了3个条件：其一，匈奴每年向大楚赠送战马牛羊；其二，开放草原3处牧场互市；其三，让赫连野留在京城居住3年，作为2国互信的凭证。凭什么？因为她是朕明媒正娶的皇后，而你是个没名没分的野男人。陛下为什么要让他留在京城？作为人质，最好只是人质。你又在算什么？算他住进驿馆后，哪日暴毙比较吉利。你们4个平日里也是这样？比这更严重。为何不杀了彼此？陛下不让，尸体太多不吉利。我有些感动，看看他们为了朕竟然能克制住互相杀害的冲动，这难道还不是爱吗？谈判持续了整整5天，前4天赫连也寸步不让。第5天清晨，草原传来消息，匈奴单于的小儿子被立为继承人。赫连也得到消息时，正在宫中与我下棋，他捏着棋子的手停了很久，忽然抬起头看我。是你做的？朕人在京城，怎么能管得了草原的事？我确实没做什么，只不过让辛秋写了几封信，夸赞赫连也骁勇善战，深得民心，是未来单于的不二人选。又让崔文涵派人去草原散布谣言，说天狼星东移，预示幼主继位。最后让周以婷在边关赫连也夺位的假象。匈奴单于生性多疑，看到亲弟弟在大楚待了这么久，还跟我相谈甚欢，自然会先下手为强，另立继承人。人总是这样，你若直接告诉他弟弟要造反，他未必会信；你若拼命夸他弟弟忠心，他反而会越想越不对劲。你故意将我留在京城，是为了让兄长猜忌我。是他自己不信你，跟朕有什么关系？现在我回去，他会杀我。有可能。留在京城，又只能任你摆布。话不要说的这么难听，你也可以自尽。臣愿意接受陛下的条件。陛下后宫已经有4个人，多臣1个应该也不算多吧？算多。你想留在京城，可以住驿馆；想进宫，除非匈奴向大楚称臣，想做陛下的男人，先打赢我。他活不过今夜，陛下怎么说？我臣4个匈奴王帝，背后有草原部族的支持，留在京城可以牵制单于，收入后宫可以分化匈奴。若是长得丑也就算了，
偏偏她长得还很好看，于公于私都没有拒绝的道理去。朕认为驿馆就很好。陛下怕他们？放肆！朕是一国之君，怎么可能怕几个男人？主要是驿馆宽敞点。陛下，你迟早会让我进宫。陛下是不是很舍不得？朕只是在忧心国事。忧心什么？忧心匈奴王帝住在驿馆，夜里冷不冷？有没有人服侍？吃不吃得痛京城饭菜？朕是说，匈奴狼子野心，必须严加看管。那便每日只给他送馒头和咸菜，馒头也不必送，臣亲自去看管，将驿馆的年轻宫女全部撤走，换成50岁以上的内侍。会不会有点过分？陛下心疼了？没有，一个男人而已。朕的心里装的是天下，怎么会心疼男人？当天晚上，我派人偷偷给赫连也送了一只烧鸡，不为别的，主要是为了两国和平。送鸡的内神半个时辰后回来了，手里的烧鸡原封未动，上面多了一张纸条。我打开一看，只见纸上写着：谢陛下好意，鸡已经被周将军验过毒，被辛大人查过账，被国师做过法，又被沈皇后切成了18块，臣不敢吃。我沉默良久，看来大楚与匈奴的和平任重而道远。赫连也在驿馆住了1个月，这1个月里，匈奴使团与大楚谈妥了互市、战马和岁贡。匈奴单于不仅没从我这里拿走1粒粮食，还倒贴了3000匹战马、2万头牛羊，并承诺每年派王族子弟入京学习大楚礼仪。说是学习礼仪，其实就是送人质。不过这种事情不能说得太直白，我们大楚是礼仪之邦，一般称之为文化交流。赫连也得知条约内容后，气得3天没吃饭。第4天，他主动进宫找我。陛下不是说要扶臣做单于吗？朕什么时候说过？第一次见面时，口头承诺不算。陛下以前也是这样骗沈墨他们的。这怎么能叫骗？这叫根据局势灵活调整。中原人果然狡猾。别乱说，只有朕狡猾，不能地图炮整个中原。太后娘娘请陛下去义清宫商议选秀之事。选什么？选秀？陛下，臣今日正好有空。与你无关。我让人把他送回驿馆，自己竟匆匆赶往翊坤宫。赶到时，我后宫里的4个人已经到齐了。但从他们看向我的眼神里，我读出了同一句话：陈若善，你死定了。母后，儿臣突然想起还有奏折没有批。今日所有奏折，臣已经替陛下批完了。那朕还要去练刀。臣今日特意给陛下放假。国师昨日说朕今日不宜出门，臣今日改口了，一点职业操守都没有。你登基已经1年，后宫却一直没有好消息。什么好消息？皇嗣。母后，儿臣忽然身体不适。哀家还没让你现在生。那就好。哀家的意思是，你后宫人数太少，应该广为皇家开枝散谢。4个还少，现在这4个人轮流到我的寝宫打卡，我连看画馆的时间都只能从上朝时挤，再多几个，朕恐怕要英年早逝。太后娘娘，陛下日理万机，选秀劳民伤财，臣以为不妥。来历不明之人进入皇宫，恐怕会威胁陛下安全。臣昨夜观天象，今年不宜选秀，后宫有臣便够了。我是皇后，是吗？皇后连凤印都没有，空有其名，德不配位。正因为他们感情太好，哀家才要给他们找些新朋友。母后不愧是做过皇后的人，说话比我还阴阳怪气。她将一本名次推到我面前，消息刚放出去，京中适龄公子的画像已经送来了300多份，都还不错。我随手翻开一本，第页上的男子眉清目秀，旁边写着礼部尚书狄奥子，画右下人用朱笔添了一行小字：体弱多病，命不久矣，善琴棋书画。我看了一眼字迹，像新秋写的。第2页是威远侯府的公子，画像上的脸被人添了一大圈络腮胡，额头还画了一个王字，看起来不像威远侯府的公子，像威远侯府后山的老虎，这应该是周以婷画的。第3页更过分，好好的一个户部侍郎之子，命带天煞，克妻克君，不用猜也知道是谁干的。第4页上的男子倒是没被毁容，只是他的眼睛、鼻子、嘴巴都被人用墨圈了起来，旁边详细标注了长得不如沈墨的地方，足足写了2页。沈墨，你是真闲啊，你们就没有别的事情做吗？臣是在替陛下筛选，这些人连臣一刀都接不住，没资格入宫。臣只是实话实说，他们确实不如臣。画像已经被他们毁了一批，剩下的都在偏殿，你自己去看。我本来对选秀毫无兴趣，但一走进偏殿，看着堆了满满几箱的名册，我突然意识到一件事：六部尚书、地方节度使、世袭侯爵富商巨山，甚至连几个已经致仕的老臣都送来了孙子的画像。有些家族把适龄男子全送来了，长子、次子、三子、庶子，一家5口，整整齐齐。不知道的还以为他们家要团购皇妃。陛下在想什么？朕在想，他们真的很爱朕，
他们爱的是后宫里的富贵。那不是更好吗？可能够把自己家最宝贝的儿子送进宫，说明他们都愿意向朕表忠心。你真的要选？当然要选。4个人的脸色同时变了。我立即让人传旨，1个月后在宫中举行选秀。1个月后在宫中举行选秀。凡是5品以上官员、世袭勋贵、各地豪族，家中有适龄未婚男子的，都可以报名。报名时必须一并提交家族近10年的田产账目、商铺账簿、家丁人数、护院兵器以及族中任官人员名册。宫中要查清楚秀男的家世背景，毕竟朕选的是陪伴一生的人，怎么能不谨慎呢？圣旨发下去的第1天，京城一片欢腾。第2天，各家开始整理账簿。第3天，礼部尚书进宫求见。臣的儿子突发恶疾，无法参加选秀。第4天，犬子对女子毫无兴趣。第5天，户部侍郎说儿子夜观天象，决定出家修道。崔问涵亲自去看了一眼，那人连《道德经》都拿反了。不过10天，原本送来300多份画像的世家，有一半都想方设法退出，不能退出的便开始连夜修改账本。新秋带着御史台一查，查出了私占民田、隐瞒人口、贪墨税银、私养部众等大小罪名300余条。其中最离谱的一家，祖上受封时只有良田800亩，传到这一代已经有8万亩了。他家田地还能自行多出不少地块。不会，那怎么多出来的？抢的。既然是抢的，那朕也抢回来。陛下，这叫依法抄没。不愧是读书人，抢东西都能说得这么文雅。选秀还未正式开始，已经有17家被抄，24名官员下狱，收回良田10余万亩，国库一下子充盈了不少。立即下令给自己修一座藏书阁。新秋驳回了，这些银子要用来赈济南方水灾。新秋，你不要忘了，你现在只是朕的侍君。臣白天还是丞相。这份工作制度果然有漏洞，看来以后应该给他排一个纯夜班。各大世家终于发现，朕办选秀的目的根本不是选美男，他们送来的也不是画像，是自家的催命符。后宫已有皇后为世君，个个德才兼备，实在不必再劳民伤财。爱卿之前不是说皇家子嗣为国本，朕应该广纳后宫吗？臣回去仔细想了想，孩子也不能生太多。为何？不利于成长。诸位也这样想的？臣等不这大概是我登基以来朝臣意见最统一的一次。既然大家都觉得没必要选秀，那便取消吧。不过各家的账本已经送来了，就不必拿回去了。新丞相继续查，什么时候查完，什么时候封箱。大臣们的哭声响彻金殿。我坐在龙椅上，不禁感叹，原来当明君也没有很难，只要先当昏君，把所有人吓个半死，再稍微正常一点，大家就会感恩戴德。你不愿再纳人，总得从4人中选一个生下继承。你到底是怎么想的？母后，儿臣自己就是先帝9个孩子中最不受宠的一个。如果皇位只传给最受宠、最年长或者出身最高的孩子，怎么也轮不到儿臣。儿臣为何还要生一个孩子，再让他依靠朕的偏爱坐上皇位？大楚宗室这么多人，总有几个聪明能干的，放在一起教，再扔去地方历练，谁能治理好百姓，谁能让国库有钱，谁能让边疆安稳，谁就做继承人。你不怕他们争斗？争是一定会争的，但这一次儿臣要让他们争谁更会治国，而不是争朕更爱谁。你比先帝更狠。哪里，哀家不是在夸你，那儿臣就当您是在夸。第2日，我下旨建立宗术学宫，凡皇族子弟，无论男女，无论嫡庶，只要年满10岁，都可以进入学宫读书。10年后，将从中选出最优秀者，作为皇位继承人。消息传出，几个已经被我圈禁的兄姐哭着要求见我。他们以前想自己当皇帝，现在自己没希望了，又想让孩子当，我全都同意了。人生就是这样，许多长辈会将未曾完成的志向化作期醒托付给晚辈，长辈满心期盼晚辈前路顺遂，却也常常忽略孩子肩头的辛劳。深夜，我批完最后一本奏折，趴在桌上不想动。沈墨替我揉着肩，新秋坐在旁边整理明日朝会的章程，周以停守在门外。崔问涵正在翻看宗室子弟的生辰八字。你们说，10年之后，朕是不是就可以退位了？陛下今年才21岁。21岁怎么了？10年后也只有31岁。31岁已经很老了。臣今年31。男人31正值壮年，女人31就可以退休了。臣算过，陛下至少还有50年帝王命。你算得准吗？陛下以前不是一直说臣算得准？那是以前，你现在算的一点都不准。陛下想退位，也要问问天下人同不同意。皇位是朕的，朕想给谁就给谁。当初陛下登基，也不是因为陛下自己愿意。这倒是，我能坐上皇位，全靠母后、父皇、丞相、探花、将军、国师以及2个绝食3天的狐朋狗友共同众筹。
现在想下来，恐怕还要重新开一场众筹。朕当初只是随口说说，怎么就真的当上皇帝了呢？因为你欠所有人东西，你答应的太多，这是天命。因为大家都以为自己能控制你，沉默的眼睛在烛火下显得格外明亮。可惜他们都看错了。也不算全看错，至少现在我确实被4个男人围在书房里，连睡觉都不被允许。算了，再干几年吧。陛下，这句话去年已经说过一次了。朕是皇帝，朕说话可以不算数，除了答应你们的事。那凤印呢？那大婚呢？那皇后之位呢？陛下到底答应过多少人？看来退位之事确实应该尽早提上日程。再不跑，朕可能活不到崔文涵算出的50年。10年后，宗宿学宫终于选出了3名继承人候选，一个擅长治水，一个擅长理财，还有一个特别擅长拍我马屁。我本来最看好第3个，新秋却把他的名字划掉了。陛下选的是继承人，不是贴身太监。会不会治国可以慢慢学，会拍马屁可是天赋。经过3年地方历练，最终胜出的是2皇姐的女儿陈明昭。她在南方治水，修了72里河堤，在北境开设护市，让国库多收了30%税银。最重要的是，她不爱美色，这是一个非常珍贵的优质。至少她登基以后不会像我一样，把朝中最有权势的4个男人全塞进后，导致每天睁眼就是修罗场。我立刻召集群臣，宣布传位。朕在位多年，日夜操劳，如今国泰民安，也该退位享福了。臣不敢。别怕，皇位没有你想象中那么难做。奏折让新秋批，叛乱周以平平，天灾找崔问韩算，边疆交给沈墨，实在不行就给官员升官。臣年事已高，准备辞官。新秋今年才41，依旧眉目俊美，怎么就年事已高了？臣旧伤复发，不宜领兵。昨晚他还能单手把我从窗户外拎回来，哪里旧伤复发？崔问涵更过分。臣昨日观天象，新帝继位之日，正是臣羽化飞升之时。真的假的？假的。北疆已经安稳，臣决定与陛下一同退隐。你们故意的！陛下能退，臣为何不能？臣也想躺平。天意如此，陛下休想丢下我们一个人快活。朕退位是为了大楚江山。陛下正值壮年，天下离不开你。朕记得10年前，你娘也是这么骗父皇的，家学渊源。陛下若执意退位，臣便绝食。这次又绝食几天？3天。你上次绝食3天，把朕送上皇位，这次再绝食3天，是想把朕送走？也不是不可以。狼心狗肺！陛下，臣觉得自己还需要历练10年。你已经30岁了，男人30正值壮年，女人30也可以继续历练。这句话怎么听着如此耳熟？他们早就串通好了。所谓继承人选拔、地方历练、传位大举，全是骗我的。他们享受着朕治理出来的太平天下，却不愿意替朕批一本奏折。这群乱臣贼子！既然如此，朕就不退了。从明日起，陈明昭监国，阿罗任首辅。所有奏折先送东宫，只有他们解决不了的，再来找朕。陛下，再反对就直接登基，这才对。不能退休，还不能半退休吗？当晚，我终于不用批作折，抱着新买的画本躺在榻上，刚看2页，沈墨推门进来。陛下今日该去陈宫中。昨日陛下答应陪臣下棋，陛下该练刀了。今日是良辰吉日。10年过去了，皇位没有传出去。我表面上收走了神像、兵权和北疆大权，实际上他们也成功收走了我的睡眠、自由、画本。父皇说，做帝王就是要忘本。我如今终于明白了，所谓忘本，就是忘记自己当初为什么要当皇帝。我只是随口画了几个饼，他们却众筹了我的一辈子。算了，反正江山是我的，男人也是我的。明日不上朝了，朕要休整一下。至于明天能不能安安稳稳休整，明日再说。